你有没有想过，你看到的世界并不真实，只是你想看到的世界而已。而这一切的秘密都藏在佛学、唯识学的莫那识和阿赖耶识里面。但凡能掌握这2个高等级密码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掌握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今天我们来说说佛家最顶级的秘法——莫那识和阿赖耶识。我们先来说莫那识。其实在说莫那识之前，前面还有6识，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6识是每个人对这个世界最直观的感知。佛家说，这6个识的产生对任何人来说是没有分别的。比如你看有人生病了，你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但如果这些东西是和你相关的，你立马会感觉非常的痛苦。这就是你的第7识产生的作用，我们叫做莫那识。莫那识是什么？是执着于自我的那个意识。所有的信息经过它的时候，都会被贴上和我相关的标签，比如我的想法、我的感受、我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自我感，它是一个永动机，一刻不停的把你接受到的所有信息和自己挂钩。吃饭的时候你会想，我爱吃的是这个；走路的时候会想，我今天的发型好看吗？甚至在做梦的时候都会纠结，梦里的那个人是不是不喜欢我？这种衡审思维不是你有意识的思考，而是无意识的执着，所以叫做我执。比如人被骂了之后，明明知道对方在无理取闹，但还是被气得睡不着觉，这又是莫那识在做自我的处理。我感觉太差了，他竟然敢否定我，我的尊严受到了威胁。然后接下来这些意识会储存在哪里呢？都会储存在你的第8识，也就是阿赖耶识里面。打比方来说，如果眼耳鼻舌身意是信息的来源，那么莫那识就是信息的管理员，阿赖耶识呢，就是你所有生命数据的储存云空间，储存着你从生命的初始到现在的和你相关的所有的心理数据，并且永远不会丢失，比如性格、喜好、厌恶、反应模式等等。因为这些信息量巨大，大多数都是无意识记录的，因此不通过特殊的方法，你很难感知得到，但是它会指挥着你几乎所有的行为。佛家把这些储存在阿赖耶识里面的东西叫做种子，你可以理解为心念的种子，也可以理解为行为的种子。而莫那识会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帮你处理这些种子。比如你过去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了胆小懦弱的种子，而莫那识就会告诉你，你天生就是这样的，改变不了的，并且不断的在你人生中反复的验证，你的我执就会越来越牢固。很多人说这是潜意识，但我想说的是，它还不完全一样。现代心理学里面所说的潜意识还能通过催眠被挖掘出来，但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却都是生命本能的积累，是你累世累劫所有数据的总和。为什么很多时候你看到某件东西或者某件事情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婴儿出生就会吃奶，你见到危险就会自然而然地躲避，这些东西似乎就埋藏在你的基因里面，而我们统称为本能的种子。所以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阿赖耶识里面所藏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事情或者是具体的画面，而是种子。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会被激活的心理反应模板。比如乐观的种子所对应的模板就是遇到困难先想办法，而敏感的种子对应的模板就是别人一句话你就会联想很多。这些种子是你过去无数次的经历被情绪渲染的结果，后面遇到的所有这类事情，你阿赖耶识里面相关的种子会被激活，会让你在无意识中做出本能的反应，而这些反应也会无数次的无意识的强化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久而久之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变得越来越大。比如说控制不住情绪，爱发火，第一次发火是偶然，第二次发火是果然我易怒，第三次发火你会在反复的验证下会笃定我就是这样的人，然后给自己打上烙印，并且确信无疑。所以你发现了吗？如果你不懂得管理自己的莫那识和阿赖耶识，那他们所有的运作机制都是简单而粗暴的，符合我执的就强化，不符合的就忽略。比如自卑的人会自动记住别人看不见我的小事儿，而忽略别人欣赏我的大事，而这些被过滤的信息呢，
又会变成自卑种子的肥料，让它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悲观的人总是看到不好的事情，会越来越悲观的原因。荣格曾经说过一句话，你的潜意识正在操控你的人生。在这里，我想稍作修改。很多人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幸，总觉得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安排，是因为你的阿赖耶识正在操控你的人生，而你呢，却称之叫做命运。那么，如果遇到了焦虑，遇到了烦恼，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去打破自己的身体主动权？接下来分享几个心法，大家仔细听。比如说，当你生气焦虑的时候，你的感觉会很不好，怎么办？别跟着自己的情绪跑，试着在心里说，啊，莫那什又在执着我的感受了。你需要把我生气变成为我观察到一个生气的情绪在发生。比如被同事怼了，别立刻想他凭什么说我，而是想这句话触发了我阿赖耶识里面被否定的种子，莫那什正在强化我受伤的感觉。而这种旁观能让你和情绪之间拉开距离，就像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不会把自己当成主角一样。当情绪来了，你也不需要把情绪当成全部的自己。能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接下来，你也不需要想着一下子就能清除所有的不好的种子，因为这会非常的难。你要学会用新种子去覆盖旧种子。比如你有拖延的种子，不要逼自己今天就必须高效。你可以先从一件一直没有做的小事情开始做起，做完之后告诉自己我可以的，然后你的阿赖耶识会自动帮你种下这个种子，并且需要坚持下去。1年以后，你会发现虽然旧的种子还在，但是新种子已经长大了，而你的默认程序不知不觉就变了。最后第3个心法，就是要每天留意自己说了多少个我觉得，我认为，我想要，我讨厌，我希望。说我字的时候，停顿一下，问问自己，这个我真的是全部的我吗？还是只是莫那什在执着某个种子？比如，当你说我害怕当众说话，其实阿赖耶识里面储存的是小时候上台时被嘲笑的不愉快体验。莫那什把这种体验当成了我的性格。而现在，当你发现我只不过只是数据的集合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被它绑架了。因为只要是数据，就是可以更新的，而你永远比数据更自由。所以我想说，莫那什、阿赖耶识不是什么神秘的玄学概念，你也千万不要在无意识中被它操控自己的人生。莫那什的我执让你有了自我感，但是也给你带来了烦恼。阿赖耶识里面的储存让你有了性格和习惯，但也不是不可改变的。你想要感觉越来越好，想要找回操控感，就一定要明白，你不是性格的奴隶，不是过去的总和，你是能够觉察的那个个体，是能够选择种什么种子的园丁。古人说明心见性，明心就是看清莫那什的执着，而见性就是认出阿赖耶识的本质，而你才是这一切的主人。系列课程已经上线，欢迎大家随缘取之。